现在你们是我最想见到的人啊！来来，坐，给你们凉子，来，给你们烧土豆，烧土豆。来倒水。哎呀，登月真行！当年长征的时候，那还是抓着陈赓马尾巴的红小鬼呀，现在这是当了师长了啊！好样的！喝水，喝点水。哎呀，怎么样？你们是多少人呐？13000人。来的路上没遇到敌人吧？没有，不过温井方向炮声不断。温井吗？对。就在这个地方。温井离这儿只有30几里，彭总。您在这儿很危险。危险？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来了啊？哎呀，来吃。哎，本来是应该留下你们好好休整一下，但是现在呢，没这个时间了。看来情况十分紧急啊！现在呢，朝鲜人民军再退的话，那就退到鸭绿江边了。所以呀，要求你们师要立刻赶到温井以北，抢占有利地形，埋伏起来，等着敌人到了以后，你们给他们做成一个大口袋，大胆的把他们放进来，然后狠狠的打，掩护大部队集结展开。是。哎呀，你们师啊，这是打头阵的，这是我们入朝以来的当头炮，这一炮能不能打响，我就看你们的了。报告彭总，我们绝对有信心给敌人一个应得动击。走吧。彭总，您这里不安全，敌人可能随时会过来，我给您留一个警卫排。又乱弹琴，我要什么警卫啊？你们把仗打好了，我这儿就是最安全了。要把有生力量都用在刀刃上，知道吗？来，带点吃的，拿上，路上吃。政委，我呢，就等你们的好消息了。是，出发。彭总，咱们离敌人只有30多里，会不会太近了？哎呀，登月来了，我可以小眯一会儿。小眯一会儿。哎。Do you have something to report? Sir, General Walker estimates that we can reach the Yalu River in a week. The ammunition on the South Korean battlefield is sufficient to engage in fighting. Tell the logistics department I want all ammunition ships currently headed to South Korea to immediately return and unload their ammunitions already packed in San Francisco. Plus, I want the Ace Army to set up a civil affairs division in North Korea. Until we have a unified and Korean government, this department will act on their behalf. After the war is over, we will leave one division behind. That will be sufficient. Yes, sir. One more thing. Yes, General. I've decided to give you a few extra days off so that you can enjoy a happy Thanksgiving turkey holiday. Thank you, General.
道，美军的飞机就这么狂轰滥炸，难道他们发现我们了吗？他这个扫射轰炸也没什么章法。看来毛主席说的对，敌人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这西线、这宣川、定州、博川和军医里的一线，包括中线这个归城、泰川到球场，恐怕很快就会被敌人占领。我们得早做打算才行啊。是啊。走吧，差不多。站车。彭总，哎呦，我们可把你找着了。彭总，你好。怎么的？这是以为我死了？军中不可一日无帅。你让我们好找啊！哎呀，你彭总啊，你都气死我们了！你知道跟你联系不上，我们俩什么心情吗？我们行，我这几天听这个话听的是最多的啊！知道你们会到的，今天看看饭都给你们准备好了，来吧，来。哎，杨秘书，你们路上到底遇到了什么情况？电台怎么了？彭总为了抓紧时间去见金首相，所以我们的吉普车就开得快了一点。可是没有想到，崔处长的电台车没有跟上，走丢了。这还真是个大问题，大车追不上小车，到了一个新地方，天又黑，战争时期啊，这个通讯联络是第一重要的。彭总，金首相真的没有电台吗？为了防止敌人侦听，不用电台的。不管怎么说吧，我是突然失踪，让你们着急，这是我的不对，我应该向二位承认错误啊。彭总，你千万别这么说啊！你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抗美援朝。虽然我们提心吊胆了2天，但是您这个一路猛打猛冲这个冲劲儿，还真是让我们挺佩服的。佩服什么佩服啊？特殊时期，迫不得已，不这么做怎么办呢？彭总，见了金首相，又碰了一些什么新的情况啊？可以坐下说嘛。啊，来吧，来，你们边吃，我们边聊。哎呀，主要是交流一下我们入朝部队啊，还有目前整个战局的基本情况啊。现在呢，人民军啊仍然被隔离包围在南方，他们在想办法北撤。你们也都看到了，美伪这个推进的速度，是远远的超出了我们的预估啊。你们边吃咱们边聊。好，来谈谈具体情况。彭总，来这一路上，我和洪大个子我们2个就合计，总的想法就是，我们应该在西线集结3个军的主力，向敌人发起进攻。力求在首战就能够全歼南朝鲜军的第6、第7、第8师。现在42军在东线还有2个师，其中的1个师可赴炮8师第45团，坚守长津地区，阻击南朝鲜军的首都师和第3师；另1个师呢，控制小白山地区，伺机向盘山以南发展。42军任务很艰巨啊，他们主要是呢，要阻止东线的敌人西进。是的。现在西线这3个军，40军首先要进入到德川宁远一线，38军进西川，39军进到归城、泰川一线。但是毛主席今天早上9点钟的电报，判断敌军有可能先于我们到达归城和泰川。为了慎重，我们应该考虑改走北线。冯总，我还有一个想法。你说。39军出发之后，新义州到定州这一带略显空虚。为了防止敌人从海上登陆，我们应该尽快把驻扎在天津的66军调到安东和新义州一带，以防不测。这个建议好啊！我们4个军入朝还没有预备队呢，66军来了以后呢，可以一身2任，担当这2个任务。好，洪大个子，
后勤方面怎么样？啊，彭总，我们接到了东北军区的电报，为了加强志愿军后勤的保障工作领导，他们组织了一支由后勤部的副部长张明远和东北人民政府农林部的部长杜兆恒领导的前方后勤指挥所，并且部署了3条的运输线。啊，第1条呢，从长甸河口到北镇；第2条呢，从济安到五平里；第3条呢，临江到长汀一线。而且我们动员了3万人的民工，组织了担架队，随着志愿军入朝去参加战机工作。好，物资情况怎么样？我们囤积了各种的物资器材，这是具体的数字都在上面写着，你请看，包括弹药、粮食、油料、油盐、干草、马料等等吧。打仗，没有人民的支援，打什么呀？什么都打不了。是，这太好了。在中央军委的直接组织下，东北军区和各大军区成立了一批战地救护队和战地医院，目前已经部署到位，只要一声令下，随时可以赴朝参战。好，再发一个战前的政治动员，保证首战胜利。好，我来落实。另外啊，我和金首相已经商量了，志愿军司令部就设置在这个大峪洞。通知谢芳，让他带着机关向大峪洞靠拢。到达大峪洞后，马上和各部队联系。是。好好吃，好好吃。来，哎呀，看看。哎，哎，等等，司令员同志，你这又是要去哪儿啊？怎么，还得后遗症了？你甭管得不得后遗症，毛主席下了命令，从今天开始，我们要一起吃、一起住、一起工作，不能分开。哦，毛主席没说发电报也给3个人在一起吧？啊，我去给毛主席发电报，可以吗？批准了。谢谢。哎，哥哥吃吧。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彭老总果然不负众望啊！这次彭老总点名要66军。哦，我估计是因为66军驻扎在天津，准备开始农垦，又没什么剿匪任务，人员比较整齐，而且离朝鲜又比较近嘛。叶子龙，主席，命令66军即刻开赴安东，全力配合彭老总打好这一仗。是。各位首长，这儿呢，跟大洞仅有1山之隔。原先是一片废弃的金矿区，是用来防空的。兵团部昨天天不亮的时候就已经进驻，并且呢，迅速的开展工作，很快就能布置到位。你们看，这儿呢就是咱们的作战室，里边布置怎么样？布置的差不多了，很快就能工作。参谋长，带我进去看看。走。师长，你看，这边呀是干部们的宿舍，那边是战士们的宿舍，这个是彭总的办公室和宿舍。不错，落实得很好。告诉大家，安置完了之后要抓紧时间休息。等待我们的将是一场恶战。是。忙吧。是。大家都抓紧时间啊！走，让他
同志，欢迎啊！欢迎，请吧。请啊。来，大家请坐。同志们，经过毛主席批准，中央军委任命，志愿军司令部从今天开始，这就正式的成立了。现在，我作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给大家宣布一下志愿军司令部领导成员：邓华同志任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洪学智任副司令员；韩先楚任副司令员；谢芳任参谋长；杜平任政治部主任；为了中朝两国两军能够协调一致行动，经过跟金首相商定，朴特使将作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参与志愿军司令部的领导工作，职务是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大家欢迎。下面呢，我就先说说这几天的情况。这几天呢，我比大家早一步先进入了朝鲜。作为这么大的一个队伍的指挥员，我必须要先了解战地的实际情况，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决策。在北京的时候呢，跟毛主席已经确定的整体思路就是先行防御，先站稳脚跟，摸清情况，再反击敌人。但是来到朝鲜之后我发现美军现在向北推进这个速度太快了，而我们现在手上唯一重要的武器，那就是突然性，因为敌人还不知道我们已经来了。麦克阿瑟现在在东西两线分头用兵，兵力分散，各自冒进，这是兵家大忌这个麦克阿瑟他为什么敢这么干呢？就是因为他太轻狂了。他以为朝鲜已经没有抵抗力量了，认为中国人没有那个胆子敢捋他那个虎须子。那正好，我们就利用他这种轻狂，在他的身上狠狠地吃一口肉。下面我来谈具体情况。40军，你们配属的是炮兵第8师第42团，集聚于温井以北、北镇以东这个区域，目的是歼灭南朝鲜军的第6师。邓岳的118师我已经派出去了。是。39军，到。你们配属的是炮兵第1师和第2师，任务是在云山西北地区集结，在40军围歼南朝鲜军第6师时，形成围点打援，在云山地区打击来增援的南朝鲜军第1师。清楚，请报告放线。38军的任务关系到我们在西线打的这一枪，是不是能打得响、打得准、打得到位的问题。38军配属的是42军125师，他们必须要迅速的抵达西川以北、明文洞和仓洞地区，目标是要消灭南朝鲜军的第8师。
3个军的任务嘛，这都是一致的。每个师都是小口袋，但是3个军连起来，这就是一个大口袋。42军的任务很艰巨，他们要在东线的黄草岭打好阻击战，务必要阻挡住敌人，不能跨过黄草岭，力保西线侧翼的安全。清楚了吧？清楚。那么刚才谈话的内容，马上形成电文，发给毛主席。是。让一让，老乡们，谢谢，让一让，来，谢谢，让一让，来，慢点。哎，孩子小心点，让一让，怎么回事？报告首长，这里的路之前就被敌机给炸坏了，从南边过来的难民也越来越多，所以全都堵在这儿了。钱连长，郑瑞。钱连长，进过去，慢些点啊，让一下。首长，报告首长，郑瑞完成任务归队。不错，我都听说了，任务完成的不错，好样的。怎么样，还好吗？好着呢。啊，前面是怎么回事？怎么突然堵成这个样子了？首长，这是葫芦形的山谷，葫芦底进来的人全都躲在葫芦口上了。郑瑞，你立刻去西川侦察敌情。木志，赶紧带1个排的战士轻装急行军到前面山口，在开阔地带布置临时收容区接见难民，不能让他们从这个葫芦口进来了，让部队先走。是。要注意态度，讲究方式方法。告诉老乡们，既然我们来了，以后他们就不用再逃难了。请你们抓紧时间给部队让出一条路来。是。郑瑞，你带着你的人迅速赶到西川，摸清楚敌人在那里的详细布防情况。你这次去的任务是侦察情报，不许节外生枝。咱们梁军长再三强调了，这是咱们入朝的第1仗，不容有失。您就放心吧。不过咱们入朝第1仗打得也太简单了，我跟那个陆晨风可打了赌的。放心吧，以后啊，有的是大仗硬仗让你打。快带着你的人出发吧，尽快把情报给我传回来，保证完成任务。王元宝，到，过来。臭小子，想我没？想。我跟你说，咱们可来活了。主席啊，彭老总的电报，你怎么看啊？我认为，就军事方面来说，不做办不到的事。目前正在部署的战役，是否能够利用敌人完全没有料到的突然性，全歼2个、3个，甚至4个南朝鲜的师？假如这次突然性的作战成果不大，南朝鲜几个师的主力没有迅速歼灭，或逃脱，或固守待援，敌人增援到达，迫使我军后撤，那西川、长江也面临着危局啊！如果美军飞机对我军轰炸造成威胁，我军只能进行夜间行军和夜间作战。除平壤、汉城和釜山等大城市及其附近地区，由于我军没有飞机，无法攻占外，其他地方的敌人是可以被我各个歼灭的。如此，迫使敌人与我们进行外交谈判。我看美军增援不会的，他战线拉得又宽又长，全世界的事情他都要管，啊，哪顾得上，忙得过来吗？叶泽龙，你把我们的谈话内容整理一下，发给彭总。是。力争取得这次战役的完胜，力争在敌机炸扰下仍能保持旺盛的士气，进行有力的作战。总之，
我们应当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是。彭总，38军的电报。两大哑巴还在前川磨蹭呢啊！天都快亮了，113师还没到古镇洞。杨大洋，怎么回事？彭总，其实好消息还是有的。40军发来电报，说他们的侦察员快到云山了，还没有发现敌人呢。这是什么好消息啊？遇见敌人了，这才是好消息啊！这个山沟里躲迷藏，啊，你看不见我，我也看不见你，这是好消息啊！彭总，我们呢，擅长走夜路，但敌人不擅长，所以敌人在天亮之后肯定会出现的。你看看，看看，这才叫好消息，知道吗？他也是分析我的消息嘛。彭总，38军行军路线上遇到了大批难民，咱们又特别注重群众纪律，所以就拖累了行军速度。不过彭总不用担心，梁军长这位江西老表你还不了解吗？打仗够狠，绝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啊！对，他一定能把时间抢回来的。没那么简单的。天一亮，敌人飞机出来了，我看那梁大爷往哪儿躲。搞不好啊，登月的118师跟敌人交上火了，38军还没到，那我们整个这个作战计划毁在这个梁大爷手里了，看着吧。快救人！救人！卫生员，快让卫生员下来救人！报告军长，军司令部翻了一辆车，江副军长让我向您汇报。什么情况？伤人了没有？作战科王科长和车上的其他同志都牺牲了。老梁，道路太狭窄，司机们为了避让难民从旁边过去，没想到这是一条新路，路基没有压实，发生了侧翻。路基没有压实。还有就是天太黑了，司机们开车不敢开车灯，看不见路。这一边是悬崖，一边又是峭壁，天上还有美国人的飞机，实在是太难了。悬崖峭壁和天上的飞机，咱们都顾不了。但是夜里看不见路这个问题，咱们应该可以，也必须得找到办法解决。军长，不能开车灯，那该怎么解决呢？给我把军刺。来。让战士们把这个绑在枪腰上。借助月亮的反光，让司机以它为参照物，应该会减少很多事故。
哎，这倒是个好主意啊！那我立即照办。好。另外，提醒战士们，夜里行军要注意安全。若是下雨，走黑不走亮，走亮要上当；若是天晴，走亮不走黑，走黑要吃亏。明白了，军长。去吧。老刘，给志思发封电报吧。好。 38军，还有人民军，逃难的难民，这么多人挤在一条狭窄的山路上，一起往东走，难免会出现一些意外。意外，都是意外的坏消息，就没有意外的好消息吗？有好消息，40军主力已经赶到了北镇郡以西，离温井不远了，说不定啊，很快就会与北犯的敌军碰上了。兵贵神速，这才是我要的兵的。告诉他们。 迅速抢占有利地形，构筑工事，注意前哨侦察，准备一场遭遇战。明白。彭总，你喝杯水吧。小赵，到。给38军发电报，先肯定他们的努力，让他们呢注意隐蔽，排除一切干扰，全速挺进西川。是。 단장님, 며칠 전에 평양을 칠 때 그쪽 제1사단 빨리 빠진 바람에 이익을 보았는데 단장님, 압록강에서 1등 추첨을 해야죠. 무시하지 마. 이 정도 싸웠으면 걱정할 필요 없습니다. 지금 북쪽에서 온 군인들이 군복을 벗고 집에 돌아갔거나 군복을 입은 사람은 우리 포로 소용소에 남아있어요. 어젯밤 원정을 칠 때 통신원 정보에 의하면 중공군이 통신 정보를 확보했는데 우리가 각별히 조심해야 해. 우리 지금 압록강까지 공격해왔는데 강 큰 놈들이라면 벌써 왔을 겁니다. 사명하고 일부 견인포병과 함께 앞서 빨리 진격해. 1형과 2형 뒤따르고. 네.团长，团长，前哨急电，敌人大部队朝我方阵地前进，还有多久到？2个小时左右。2个小时，赶紧汇报师部。是。敌军大部队正在向我方阵地前进，大概2个小时抵达。敌人的部队是哪一支？应该就是南朝鲜军第6师，兵力大概1个团。好，118师的邓岳马上和敌人遭遇。 南朝鲜军第6师的1个团，邓岳，你听着，密切监视，做好战斗准备。但是，不可以提前暴露。你等一下，彭总跟你说。邓岳，听好了，来的都是客，大胆的放进来，越多越好。是。彭总。我们的38军、39军、40军在北镇、温江和云山一带划出这么一个大口袋，就是为了把南朝鲜军的第6师和第8师通通装进来，再一口吃掉。可现在为了这么一个团，我们如果行动的话，会不会暴露全局，得不偿失呢？敌人已经上门了，遭遇战在所难免。你不打他，他会打你的，躲和拖都不是好办法。送到嘴边的肉嘛，该吃
就得吃啊。38军要加快行动，扎紧口袋。东线42军也要抢在敌人前面，占领黄草岭的制高点。东西两线的敌人绝不能让他会合。明白，我这就去部署。 团长，黄草岭到了。不愧是神枪手啊，眼神好。再看看还有没有敌人？没有。不会吧？这都能看到？看不到，他能感觉到。同志们，黄草岭就看咱们团的了。是。 大叔，10点05分了。伏击，这打伏击啊，要先打腚，再打头，最后掐中间，再让他们多放进来一段。这炮瞅着眼馋呐，眼馋吧？这都是咱们的。给我打！
狗腿子们，你们来晚了一步。